打不通中国电话的五角大楼该心中有数。中国方长首次出国访问，为什么选择俄罗斯呢？大家好，我是肖映华。从今年年初开始，美国人就频繁释放出希望能和中国进行沟通的信号。先是国务卿布林肯屡屡表示希望出访中国，再是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声称中国的电话一直都打不通，哪怕是中国国防部部长李尚福履新后，这个电话仍然没有打通。就在五角大楼方面期待中国的回电之际，中国方长李尚福近日到访了他履新之后的第一站莫斯科，与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进行了会面。这次双方所谈及的内容足以引起美国人的反思。打不通电话的五角大楼该心中有数，中国方长首次访问为什么是俄罗斯呢？相信在消息还没有公布之前，就已经有很多人都猜到了。中国国防部长选择俄罗斯作为自己的第一站，毕竟现在中俄两国的关系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从目前的国际局势来看，一方面，当俄乌战争持续所带来的战火外溢危险开始逐步增加以后，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需要保证局势稳定。这次中俄防长部长级的对话，至少能够保证局势还是可控的。另一方面，自然也是为了提高两国在军事方面的联系，以应对亚太地区可能出现的威胁。近年来，美国为了遏制中俄，不惜为日本这个二战的战败国松绑，不仅默认了安田文雄政府增加军费，甚至还加强了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在得到了美国人的支持之后，日本在面对中俄的时候也变得更加强势起来的。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则是俄日之间的南千岛群岛纷争。在岸田政府公布的外交蓝皮书中，直接把南千岛群岛定性成日本的固有领土。日本的态度必然引起俄罗斯方面的警觉，再加上日本和中国也存在着有争议的领土，当中俄共同面对日本这个潜在的安全威胁的时候，在这样的背景下，双方在军事方面的交往自然而然的就会加强。此外，为什么李尚福防长不接美国人的电话？五角大楼心里也是应该有数的。中国于2017年向俄罗斯购买了一批 S-400防空导弹武器系统，以及苏35战斗机，而美国则是以这个为理由，把当时还是军事装备发展部部长的李尚福列入到了制裁名单中。如今6年时间过去了，李尚福当上了中国国防部部长以后，美国仍然没有取消对他的制裁。虽然白宫方面后续说什么制裁李尚福不会对中美两国军方高层对话产生任何影响，但解释归解释，美国人直到现在没有取消对李尚福防长的制裁。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中美军方沟通这件事上，所有的障碍都是美国人自己设置的。如果美国执意不想取消对李尚福防长的制裁，那么中美两国之间的军事沟通只会遥遥无期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次见。